这个就是定义上的越存越穷啊！就是大家存钱以为在银行可以拿利息，但是你把它跟通膨率做平减之后，台湾是负的0.873%，韩国是负0.76%，美国是负0.91%，瑞士负0.14%，全世界各地把你的法币存到银行赚利息，就是在亏利息，就不是在存钱。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比特币在这个时代，在所有国家的整合趋势都是在往上的。这个新闻就是这个礼拜对以太坊造成非常大震荡的一个事件哦。这位彭博的 ETF 分析师更加悲观的看待以太坊 ETF 批准的可能性。再加上财富杂志在上个礼拜也有这一则新闻，他们说 SEC 正在发起一场法律行动，旨在将以太币归类为证券，只要被美国法庭最终可能认为是证券，对它的价格都会有打击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币圈周报是每周一晚间7点上线，为加密货币投资人整理币圈一周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我们有2个单元哦，上周焦点为您整理不容漏接的热点新闻，而在本周前瞻，我们会分享接下来这个礼拜加密货币投资人必须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那这个礼拜呢，加密货币市场依然是处于一个回调修正的阶段哦。许多的分析师纷纷都在预测说，这一波回调是已经结束了，还是说还早得很？除此之外，这个礼拜最重要的新闻肯定就是以太坊哦。这个礼拜有很多以太币相关风风雨雨的新闻，也导致了以太币是这个礼拜震荡最大的一个币种哦。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一个币圈新手，这个礼拜的周报最后还有一个你绝对不容错过的一个重大消息要跟大家宣布。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是我们看到比特币高点回撤近20%，分析机构称回调已结束，看好竞争币跟矿气股。这个是之前曾经预测比特币回调点位到$58,000的分析机构叫 Swissblock 的预期啊。他说比特币市场的盘整已经结束，他们预期接下来竞争币跟矿气股会在下一个上升趋势中表现相当优异。那所谓的竞争币呢，也有人称为叫做山寨币啊，其实就是来自同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altcoin， 就是比特币的替代。alt 是有替代的意思嘛。一般来说，加密货币投资人对于币圈牛市的资金流动的预期是，通常币圈原本是熊市嘛，那一旦有外面的大量资金涌入，我们就可以进入牛市。那资金涌入通常会先来到比特币，所以每一波牛市你看到一开始都是比特币领涨。那比特币涨完之后呢，有些币圈赚到钱了嘛，他就会想要去投资一些其他东西，他觉得比特币的涨幅已经不能满足他了，钱才会流到其他比较小市值的加密货币，例如以太币啊、Solana 或者是一些其他小的山寨币或者各个赛道。Swissblock 这边的预测，我觉得可能就是以这个逻辑去思考的。比特币现在已经涨到这个程度，如果以轮涨的角度来看，接下来可能就轮到一些比较蓝筹的竞争币会在下一个趋势表现优秀了。这位分析师 Henrik 表示，现在更高的价格水平即将到来，山寨币跟比特币矿气将在下一个上升阶段中表现是 quote 非常好。那他会这样预测，其中一个理由肯定是 ETF 的相关事情哦。我们知道现在基本上大家预期比特币的走势，第一个看的就是 ETF 数据，我们每周周报也是最喜欢看这边哦。你可以看到过去2周比特币大跌的原因，也可以从 ETF 的流进流出里面找到蛛丝马迹哦。这条是零轴嘛。在3月18号的时候 ，GBTC 单日的流出量是创了整个 ETF 上线以来的历史新高点。随之而来，虽然这个流出量有暂时下降，但是这几天的流入量也完全没有办法跟流出量相比。短期已经净流出超过4天了净流出的意思就是我们有11档 ETF 嘛，流出量比流入量大，也就是说机构基金这几天是撤出的情况。那这个数据当然就可以有2个解读，一个就是说机构正在撤资，那另一个就是说虽然机构资金有些人开始逢高出货，但是这个出货的趋势也是在下降的，有点像是1月22号那个时候的场景比特币 ETF 刚上线的时候 ，GBTC 的流出量是很大。但是从22、23、24开始净流出量减缓之后，你会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1月23的时候跌到谷底，然后就迎来一波接下来的上涨了。所以这个是这一派的看法。但是呢，当然也有另一派的看法。摩根大通，比特币仍处于超买区，可能下修至42K。根据 The Block 的报道，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这个礼拜依然认为说，即使过去一周比特币的价格出现了调整，仍然处于超买的区域，比特币依然会修正到$42,000。上礼拜我们也有提到，当时摩根大通对比特币的预期就是它会回调到42,000。然后，如果你还有印象，当时我看了摩根大通背后的理由，很奇怪，只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矿工他说矿工会在比特币减半之后，因为奖励减少跟生产成本的上升，对他们的盈利造成负面影响，然后比特币就会下跌。就是我不是很理解减半对矿工的收益影响跟比特币价格下跌是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 Glassnode 这个比特币的矿工数据在2020年比特币减半，当时是5月份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矿工并没有直接被影响，所有人都在红色的出售，而是有一段时间是绿色的矿工依然在持比特币，然后才出手，然后随即很快又进入了混比特币的一个阶段。
而币价在这段时间黑色的线并没有到太大幅的一个波动那这次摩根大通看空还有另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从期货部位以及比特币的现货的溢价指标来观察，认为说比特币依然处于超买区域，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比特币现在买现货的人还远远小于买期货的人，而如果买期货的人太多，说明这个是一个过分的买进，就是正常的买进应该是由现货主导的市场，而不是期货。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是摩根大通的观点。那也许我们不知道现在市场上看多看空的分析师最后谁会是对的，但是我们永远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无论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在哪里，微策略都会继续买BTC 跌破 6.4 万，微策略又加上6亿美元买进了9245颗比特币，这一次亏了吗？我甚至不想要看他这次亏了没，因为 Michael Saylor 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就是永远要买在高点的人。比特币就是他的出场策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潇洒的男人那我想一定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你看到微策略每一次加仓点位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出，那所以他赚钱了吗？他这次真的有帮比特币把价格往上拉了吗？因为其实我也会有这样想法，但是仔细想想，其实这样子的心态去判断微策略做这些事情是不对的。因为微策略跟现在华尔街的机构，他们本身买比特币绝对不是看说，我现在比起上一个礼拜我的美元等值的比特币到底有多少钱。现在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现在就是超级早期的阶段。你看贝莱德，无论过去几个月比特币 ETF 上线之后，比特币是涨是跌，他们没有任何一天在出售任何一颗的比特币，每一天都是买。灰度的用户是因为他们手上这个 ETF 的比特币实在是手续费太高，所以他们要一直卖。而且他们很早以前就买比特币了。但你看到，除了贝莱德以外，基本上每一档比特币现货 ETF 在上面都没有流出，只有这个偶尔有一点点小小流出，但贝莱德就从来没有出现。那微策略的概念当然也就是一样，他现在就是努力的在囤他的比特币数量，而不是他从比特币数量上面到底赚了或者是短期亏了多少的美金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不构成投资建议。但也许你不知道现在1BTC 等于多少美元，但你永远都知道1BTC等于1BTC像我们看到 SEC 推迟方舟 #DEX 以太坊现货 ETF， 彭博分析师不再看好5月过关。这个新闻就是这个礼拜对以太坊造成非常大震荡的一个事件随着美国证监会 SEC 再次推投方舟 #DEX 等以太坊现货 ETF， 这位彭博的 ETF 分析师 James Seyffart 更加悲观的看待以太坊 ETF 批准的可能性。他指出 SEC 甚至没有就发行细节与发行商接洽过，这与去年的比特币 ETF 完全相反。我们在过去一大段时间我们都提到说，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了，所以现在大家在期待要炒作的就是5月份可能会通过的以太坊现货 ETF。那如果你过去的周报都有看，其实我一直都是表达说，我个人是不看好以太坊现货 ETF 能够通过，但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件事情是，这些机构在这个通过的期间会大量炒作的一些新闻，或者是把它的价格炒上去。我原本预期市场是因为这样的情绪，之所以觉得它不会通过，是因为以太坊要作为一个商品而言，我认为它的去中心化属性还是远远不及比特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V 神这个礼拜来到台湾，引起了超级大的轰动。如果今天以太坊是一个商品，其实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以太坊基金会任何一个机构对它的影响力可以大成这样。当然我们知道它在工程上、投票上跟质押上，它的机制是足够去中心化的。但是你知道的，现在以太坊基金会就还是以太币的老大。但其实我原本就没有预期 ETF 会通过，但因为对这个市场应该要如何炒作的预期，还是给了我一点意外尤其是这位叫做 Eric 的分析师，如果你有在关注加密货币相关的消息的话 ，Eric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看好加密货币市场、看好比特币市场的一位传统金融分析师所以像这样子，通常他的立场就是一个偏币圈的分析师，他表态说，某一件事情对币圈可能不太利好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认为说 ，OK， 这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真实想法，而不是他为了他个人或者他背后机构的利益而做出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如果说现在还在3月底的一个阶段，就有几位分析师跳出来预测，ETF 的通过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可能也会导致接下来以太坊炒作的趋势会趋缓。再加上呢，财富杂志在上个礼拜也有这一则新闻，他们说 SEC 正在发起一场法律行动，旨在将以太币归类为证券。归类为证券的这种恐慌，相信如果你在2023年就有在关注币圈消息的话，你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当时无论是瑞波币或者是任何的币，只要被美国法庭最终可能认为是证券，对它的价格都会有打击因为可能 Coinbase 就要下架等等的不利因素。所以上个礼拜这则新闻出现之后，又对很多的社群他们对以太坊的信心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也许短期内以太坊现货 ETF 炒作的热度可能会下降，
中长期我对以太坊发展的看法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哦。首先，如果你待在这个市场够久，你会知道 SEC 从很久以前就觉得以太坊是证券。他们在熊市的时候，他们在 FTX 破产的时候，他们在各种币圈最糟糕的时候，想要用法律或者什么之类方式把以太坊定义为证券，就失败了。我是很难认为说他们能够在牛市去定义这件事情哦。而且其实早在更久以前 ，SEC 的主席就已经宣布过说，比特币跟以太币他们就不是证券。这两档加密货币是 SEC 当年的官员曾经唯二说过的两档加密货币啊，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新闻。另一个大点是这篇 Foresight News 的研究报道啊，他说现货 ETF 的获批只会加速币价上涨的进程，但即使没有通过也无妨。以太币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甚至大幅回落，但是在牛市的环境下，这个下跌的缺口将很快造成填补，以太坊的价格上升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一段其实还蛮一语道破的，就是当大家看到说比特币 ETF 对比特币的涨幅，似乎就觉得说，以太坊 ETF 也要出现才能够有以太币的涨幅，但从来就不需要是这样子。你看到这个新闻啊 ，Google 支援在搜寻结果中显示 ENS 域名钱包的余额。以太坊本身是一个技术啊 ，ENS 是一个以太坊的域名服务啊。你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在网址上面，你可以打某某某 .com， 但其实它背后是一大串数字，就像现在以太坊的钱包地址是一大串数字。但是有很多的技术是可以把这一串数字可能打成你的名字，比方说什么 satoshi.com 之类的，你就可以跳转到你的地方。那 ENS 这样子的技术其实已经出现很久了，概念上就是像刚刚提到的，提供人类可读域名，例如 example.eth。让用户可以将自己的以太坊钱包跟这些域名结合，简化加密货币持有者向其他加密货币钱包转账的流程。那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 在去年5月就已经引入了以太坊钱包余额的原生支援。这个礼拜呢，这项功能已经扩展到了 ENS 域名。所以，如果你在投资币圈的时候，你只有看比特币跟以太币价格的波动，而没有看到它背后真正的技术，它背后真正蕴含的东西，跟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技术在整合的这个过程。总是持续在进展的这一个事实，你可能就会在牛市的一些波动跟一些消息中被甩下车了。所以还是那句话，短期而言，筹码跟消息可能会影响币价的走势，但长期而言，真正的底层技术的进步、开发跟整合，才是我们真正看好这个市场的根本原因。下一个，我们也平衡报道一下，这个是渣打银行的消息，他们说看好以太币现货 ETF 今年5月获准。有望带动 ETH 涨到$4000，所以说这个市场上永远都是有两派消息啊。有些人就是觉得它不会过，有些人就是觉得它会过。那很有趣的是，因为这段时间币价在跌，所以你看到的很多新闻都是说啊，他说不会过，他说会跌，他说币价回调还没有结束。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无论是记者朋友或者是这浏览器本身的演算法。就是会去迎合当时时代趋势，大家最害怕的东西。你害怕错过的时候，大家就给你 FOMO 的消息；你害怕它继续跌的时候，大家就给你 FUD 的消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渣打一直以来都是看好以太坊现货 ETF 的一个大型美国的机构。到现在，虽然以太币这个礼拜正在下跌，它也是没有改变它的一个观点。那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吗？可不一样。但是我会觉得说，他的观点已经错了吗？说不定他最后就是那个打脸我们所有人的成功预测市场的机构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币圈周报总是尽量会多整理一些新闻给大家分享，避免大家在下跌的情绪就只看到一个恐慌的消息的新闻啊。像我们看到台湾央行出乎意料升息半码，去年第二季以来第一次。那上个礼拜呢，台湾的中央银行宣布升息，我们的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跟短期融通利率上调至2%、2.375%跟4.25%。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特别提进来呢？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整个国际，尤其是美国预期今年要降息3次的一个国际局势啊。那台湾的经济当然大家都知道说跟美国其实是息息相通。那在这个时候突然选择升息，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选择。那其实我对台湾的这些经济，说实话，我的研究是非常非常有限，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投资台股之类的，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评论跟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这篇中央通讯社的新闻这边有一些问答，是把整个为什么台湾的央行要在这个时候升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第一个是市场可能会质疑美国跟欧元区都开始降息，台湾这个时候升息没有跟进全球趋势，但台湾央行已经过去多次解释了，外国的央行升息步调大多急速上调，台湾则是温和渐进，做法并不相同。所以确实你可以看到说，美元的升息就是从0到5到哪里，就是非常激进，但台湾其实就是比较稳健。那另一个台湾现在升息的原因，好像是因为电价的关系，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民生的原因，它要控制台湾的通膨。台湾通膨确实也是比美国控制的好的非常多。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去年3月到今年2月这段统计期间来说，台湾1年期的存款利率跟通膨率来做平减之后是负的0.873%。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定义上的越存越穷啊，就是大家存钱以为在银行可以拿利息，但是
你把它跟通膨率做平减之后，台湾是负的0.8738。这不是台湾表现不好，韩国是负0.76，美国是负0.91，瑞士负0.14，全世界各地把你的法币存到银行赚利息，就是在亏利息，就不是在存钱。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比特币在这个时代不只在美国华尔街，不只是在有一些国家，在所有国家的整合趋势都是在往上的。因为现在在任何一个国家，民众你要存钱，就是字面上的越存越穷，这已经不是一个在恐慌大家的事情了。但这些总体经济的东西，尤其是台湾的部分，我可能再多研究一点，可能有更多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总之，这次的升息，虽然我不知道它具体对台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能够稳健勇敢的逆风国际趋势，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台湾央行比个赞。接下来我们看到用比特币叫车订外卖，新加坡的 GrabPay 支援加密货币充值。Grab 是在国外的 Uber 加 Uber E 加 Foodpanda， 然后甚至再加上其他服务的一个非常大的公司。根据海牙时报报道，当年吞下 Uber 东南亚业务的超级 App Grab， 近日再一步整合加密货币支付，允许新加坡用户以加密货币来为电子钱包 GrabPay 进行充值，然后用于支付日常消费。像我们刚刚说的，也许比特币的价格会涨涨跌跌，但加密货币作为一门技术，它作为一门更优秀的转账科技，它作为一门更透明、更跨国、更便宜的科技，这样子的一个好东西去整合到我们的生活的趋势是不会停止的。下面我们看到 East Taipei Vitalik 公庙帽登场，谈论当前 POS 质押的中心化风险。各位，你以为这个礼拜出现在台北的这位俄罗斯工程师，他是以太坊的创办人？错，他是我们以太真美庙的庙公哦。他的特殊头衔是一个 debug 大师啊。当时他们的这套衣服，这个照片应该现在也在各大币圈社群都流传了，非常有趣。这是我们 East 台北主办单位帮他特制的台湾特色宫庙帽跟宫庙的主尾服哦。那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在跟我们大谈现在全世界第2大的加密货币生态里面的2大中心化风险 ，MVV 跟 POS 质押，就是这2个看起来同样非常不搭嘎的东西，但是基本上就都是很吃信仰的东西，因为你可能看不懂那些宫庙主委他们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东西。你可能也听不懂 Vitalik 在讲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这2个元素还挺搭的。那 Vitalik 在这一次 East 台北亲临台北，他其中讲到的一个蛮重要的是跟 POS 质押生态有关的，就是 POS 让以太币除了原本这种矿机挖矿，现在变成你只要存以太币进去，你就可以不用耗电就可以挖矿。很多人认为说它可能会造成中心化的一些风险，所以 Vitalik 也提到了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叫 Rainbow Staking 的可能解方。它最主要的概念是想要找到一个永续生存的质押设计，透过改变奖励机制来解决目前过度质押的情况。那我不晓得大家对 Vitalik 本人的了解多深哦，就对我来说，他除了是一个天才工程师以外，他绝对也是一个思想非常前卫的哲学家跟思想家哦。你可以看 Vitalik 这个跟动区的全中文的访谈哦，他不但提到了说他很喜欢台湾，他觉得大家低估了 POS， 他也提到了一个叫 plurality 的一个概念哦，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哲学的概念，非常去中心化，非常民主，很神奇的一个概念。你可能觉得我讲的很抽象哦，但 Vitalik 自己也说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思想，大家不懂是正常的。他连概念的发明者自己都还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是一个非常超前沿 bleeding edge 的思想。用我自己的话来理解的话 ，plurality 是一个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像现在的民主，可能就是你有1颗人头，你就可以投一张票。那有些时候是你有1块钱就可以投一张票，在以太坊之类上面是用钱本位投票。一般的民主国家选举是人头本位投票。那2者当然都不是最好的。那 plurality 就是希望说，能够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把这2个极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变动的均衡，来达到一个最适合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方式，以及能够辅佐这个方式发展的科技的一个概念，非常复杂。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心有余力，思考一下Vitalik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就真正意识到说，原来以太坊背后最大的开发者，他想的事情远远不如我们现在讲的币价的上涨下跌啦，现在的这个转账的速度能不能加快啦，现在的 gas fee 能不能降低，这么日常生活等级的进步。他讲的是更前面，有点像是整个人类文明该怎么前进，有点Elon Musk 那种等级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但是大家如果看一下 Vitalik 的这些访谈，也许你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好，本周前3第一，我们看到这个礼拜5台北时间的晚上11点半美国的联总会主席鲍尔会进行一次的演讲那这个演讲当然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目前市场的预期是今年6月可能会出现第一次降息，今年可能会降3次。那这一次的演讲可能就会表达一下他现在是比较鹰派还是鸽派的看法。
如果它表达出了这个降息可能不需要太着急啊，可能就会对风险市场不利，美股跟加密货币相对要上涨的动能可能就会比较低。相反，如果它是比较鸽派的态度的话，对风险市场可能就会比较有利。所以持有部位的朋友在礼拜五晚上11点半可能也可以留意一下。那本周大额解锁部分呢，下个礼拜一这个 DeFi 的永续合约币叫做 DYDX。好，它有高达 11.35%， 这是高达1亿美元的大额解锁这个数字还蛮庞大的啊。DYDX 是很蓝筹的一个 DeFi 币啊，所以如果持有这档币的同学，在这一天可以留意一下。通常我们知道大额解锁可能就是市场上流动性增加，可能就会下跌，或者是相反，可能在解锁前释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无论如何，在这段时间是可以特别留意一下的。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啊！华语第一币圈教育品牌练习生推出的第一堂线上课程，现在已经上线了。自从我们从上个礼拜6开始推出实体课程，基本上每一堂课程都是消息一释出，5个小时就爆满。然后我的每一支影片还有 IG 下面就留言说，可不可以再加开啊？可不可以有线上课，或者是可不可以到国外去上？大家的声音我都听到了。那我们会开，而且这个是早就规划好了。练习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其实我的目标是做出一个完整的教育品牌，让大家可以从新手的资源到接下来你在币圈，你想要去往 DeFi 发展，你想要去往交易发展，你想要去往撸空头发展，你想要去往低风险理财发展，都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学习资源。练习生已经成功网罗4位以上全世界华语币圈，从台湾到香港、马来西亚最顶尖的几位加密货币投资人、交易员与优秀讲师我们的目标是集结最优秀的币圈专家，分享他们各自最专精的获利秘籍给大家所以未来还会有更多，而这些内容跟课程付费与免费都会有。那这堂课叫做投资加密货币，懂这些就够了。它是我自己亲授，全部都是我自己编写、我自己录制、我自己监制的一个新手到稳健获利的全方面币圈入门课。如果你也觉得比特币风险很高，你想知道怎么样的开户投资才安全，怎么挑选到强势的涨幅币，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词像 Vitaly 刚刚可能提到的 POS， 你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这些专有名词太复杂，怎么样简单易懂的一次把它搞懂。以及你看好加密货币市场，但是你没有这个时间去盯这些大的波动，有没有什么懒人的聪明投资工具？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即将是史诗年的2024，即将有减半行情，并且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史上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看好加密货币，各大机构跟名人预期的价格都是远在天边的高点，在这个时期，你不想要胡乱投资被割，又不知道说去哪里有比较有系统性的学习资源，这堂课就非常适合你了。那这个网站我们会放在影片下面你可以来这边看我们的一些课程目录跟一些规划。我们礼拜6应该有一支影片，有基本介绍一下这个课程。那这个课坊间加密货币的课程都是什么3万块、6万块、8万块，我们这堂课只要14500块台币大概400多 U。然后我们现在是早鸟优惠的时间，只要220 U， 差不多新台币6900。你只要点击这购买，然后再点击这个查看购物车。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再填入折价券，叫做购300，然后你就可以再折300块。这个时间有限，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快在我们影片下面的说明栏赶快参观选购。那你可能会觉得我现在讲比较着急一点因为现在我录制的时间是礼拜6的中午12点，那我待会2点要去北科大上我们第一堂的实体课。希望大家都会来吧，不要给我报名爆满，然后结果万人响应1人到场，我就不干了。但总之这堂课呢，会是一个线上可以无限观看的课程。好，那免费课程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开大家就可以再敬请期待，因为目前免费课程几乎都已经是报名额满了。好，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如果这部影片对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一日知道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所有相关的课程的相关资讯，包括优惠券，我们都会放在影片下面的说明栏跟置顶留言。记得早鸟价只有这1个礼拜，错过就没有了。那我是闹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回留言时间，美股那段分析很酷我也觉得 Andrew Kane 那个分析非常有趣回复留言的部分很有趣，看得很开心，很高兴你很开心。课程会有线上版吗？会，已经推出咯。6万9终于解套了，然后被套在7万3，好像真的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萨尔瓦多过去有国家挖掘到黄金跟石油，现在轮到挖比特币了。哎呦，这个其实观点蛮有道理的好老实坦诚，不知道买什么冥币，但是好像其实那周之后冥币就大跌了，所以幸好。请问一下，我的合约应该出掉吗？因为我看减半期快到了，是不是应该及时出掉止损？我不知道你是看多还看空。考虑马来西亚吗？或者线上课程？会，我4月中会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有来影响，新加坡希望也有机会。日本加息多多少少可能会有影响确实，现在很多人认为说日本的加息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跟经济
Telegram 群未来也会加开哦。民营已经损失3000U，对于小投资人已经损失好多成本。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投资民营币其实可能应该理解为投机民营币，就是它跟投资还是有一点点落差。就是至少我们知道比特币长期会成长，民营币可能就是短期涨跌、长期不确定的东西哦。原来 BTC 下跌的背后跟微策略有关，看了这么多话语，基本上没人分析到这个事件，不愧是脑哥，没错，不愧是我。等线下课越来越多之后，线上会不会就很难听到细致的讲解了？以前像我派往 OKX 的使用，会，明天就会有一支工具的影片，敬请期待。麦克塞勒，我的超人。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